这个世界上古老的文明并不多，古埃及算是一个。他们既是神话也是宗教，神明大多数都是人身动物头，例如我们经常看到的狗头人身阿努比斯灵魂守护神。不管是什么地方神明，埃及人始终认为身体只是灵魂的容器，灵魂常常会脱离身体而行动。那该如何保证灵魂出窍的时候身体不受影响呢？便有了木乃伊这种保鲜身体的方法。那么在埃及神话中有一个神名为孔苏，负责掌管着月亮与医药，有人管他叫真理之王，有人称他为命运作者，但人们更喜欢叫他月神。从我们地球上往外看，日月代表了阴阳，代表了光明与黑暗，月神的设定自然就是阴暗的形象，身上缠满了绷带，并有着瞩目的新月标志，同样结合了木乃伊的造型。其实月神的形象诸多，也有记载说他是拄着拐杖的木乃伊。总之，对月神的描述有很多版本，但它的基本意义没有变。虽然是代表着阴晴圆缺的残月，是阴暗的形象，但月神还代表着守护，以及他掌管的另一个能力——治疗。有这么一个故事，英国有个非常特殊的秘密组织，叫做超自然协会，顾名思义是处理一些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。当然他们之中也都并非是凡人，他们在一战时聚集在了一起，服务于英国王室。之中有个大家熟悉的人，侦探福尔摩斯。曾经的一次行动中，月神孔苏出手帮了他们，自然是以神明的身份在天空中警示了超自然协会，为此呢还帮他们赢得了战斗。可见这个孔苏并非记载中的那么阴暗恐怖。我们知道超英漫画经常会引入神话故事中的人物，有北欧的也有希腊的，埃及神自然也少不了啊。在漫威的世界里，有个叫做马克的士兵就遇到了月神，但他在一次行动中阵亡了，刚好就死在了埃及新出土的坟墓附近。坟前放置了月神孔苏的雕像，月神便复活了他，给予了马克力量，以至于马克以为自己疯了，活见鬼了。他开始利用这股力量，以暴力的方式守护或者复仇。久而久之，马克患上了多重人格障碍。这不同于精神分裂，他会在维持多个人格行动中，还会忘记另一个人格的记忆，自己也会被多个人格交替掌控。你也不知道现在的你是你还是另一个你。马克其中的一个身份叫做史蒂文，是一个无所事事的臭屌丝，当然了，也有很多其他身份，但在这里就不太重要了。精神上有了问题，这个人肯定是不正常，所以拥有月神力量的马克是非常残暴的。月神也并不是因为他死了才选中了马克，而是在马克小时候就与之有了精神联系，通俗点说，这是个天选之子。他便以月光骑士的名号打击邪恶，成为了一名超自然的治安维持者。马克和月光骑士之间的联系就像是早期的浩克和班纳，相互独立，相互存在，但却都在同一个人身体内。蜘蛛侠里的绿魔其实跟他们也都是大同小异的，一个英雄的存在也就意味着会有反派的平衡。月光骑士的劲敌便是无业人，对他的设定我们只需要记住2点，他很想得到月光骑士的注意，他是个很屌的神偷啊。了解到了以上的这些简单知识，再去看漫威的新剧《月光骑士》就会轻松很多了。剧中的设定跟漫画如出一辙，不过现在的人格是史蒂文，一个普普通通的屌丝，平时在博物馆工作，无能到连同事都记不清他的名字。史蒂文知道自己身体有了状况，但不知道具体是什么，反正经常一觉醒来后，自己就莫名其妙的到了别的地方，有时候身上还会有着不同程度的伤口，这就导致他每晚睡觉都会把自己给铐住，门框也要粘上胶带，好判断是不是自己本人出的门。他每天的生活流水线一样的枯燥，起床解开脚铐，撕开胶带，跟家里的金鱼说几句话，然后出门给老妈电话留言，然后挤公交去上班。为什么说他是屌丝呢？史蒂文对埃及历史有着很深的理解，但他只能在博物馆当个售票员，有时候会控制不住自己给顾客讲讲历史，每次都会被自己领导唐娜骂得狗血淋头，一天天只能拿个条码枪一扫扫到下班。女同事似乎跟他早有约定，两人打算今晚去吃牛排。史蒂文对这事儿没什么印象，但约会这种事儿他岂能错过呀？夜里盘点的时候，史蒂文注意到了一件事，博物馆门口的九柱神海报上只贴了7个人，九柱神是埃及神话里地位最高的9个神明。很显然呢，唐娜对历史并不感兴趣，这只是他的工作，不是爱好。所以史蒂文提出了这个问题，他并没有打算解决，早弄完早下班了。史蒂文虽然有意，但无所用啊，只能和街边的艺人聊起了天，毕竟史蒂文这种人是肯定不会有朋友的。不过他的内心十分善良，
回了家又是一套流程，听着郭德纲就准备睡觉了。史蒂文还有个习惯，喜欢睡前看一看书，这样的话自己就有可能在梦里进入书中的故事。而今晚他翻阅了九柱神的书籍，一觉醒来，史蒂文嘴也歪了，身上也见了血，莫名其妙地躺在了一片草地上，脑袋里还总会出现一个声音，就像玩家吐槽游戏里的人物一样，怎么看都觉得史蒂文废物，但却无意间透露了一个消息。醒来之前的史蒂文身体一直被另一个人掌控着。史蒂文一摸兜，发现里面有个金甲虫，也就是圣甲虫。还没闹明白我是谁，我在哪儿，一群人就提着枪突突突杀了上来。本能反应让史蒂文拔腿就跑，一直跑到了小镇上，混入人群才算暂时安全。这时轮到另一个关键人物登场了，他就是无业人安东。这个人有点像神棍似的，但生活跟史蒂文有点雷同，都有那么几件每天必须干的事儿。他喜欢把喝过水的杯子打碎，然后放在鞋里直接穿进去，疼不疼我是不知道，但指定是有点毛病啊。没多久，安东带着手杖出现在了人群中，大家都把他当成了教主，挨个上前测试灵魂的纯洁度。随着手杖的摇摆，安东右小臂的天平纹身也会变动，天平的一侧是真理和正义的女神玛亚特，而另一侧就是代表着上前测试人的心脏。如果天平倒向了心脏，就代表这个人做过坏事，相反则代表着纯洁。前者会被阿努比斯喂给一个叫做阿米特的生物，这个生物鳄鱼头、狮子身、河马腿，是埃及人最惧怕的3种动物的结合，自然如同恶魔一样，被他吃了的人，用咱们的话讲，那就是死都不能安息啊。追杀史蒂文的人就是安东的手下，他们是想抢回圣甲虫。知道史蒂文混入了人群，安东用当地人的语言发了命令，慢了一拍的史蒂文被当场揪了出来。他哪见过这种阵仗啊，就差把自己的户口本编码都报出来了。史蒂文二话不说就打算把圣甲虫交给安东，可自己的手就是不听使唤，脑子里的声音也在阻止着他。这让安东勃然大怒，认为自己被捉弄了，直接让几个大汉给史蒂文抬走了。就在圣甲虫脱手的瞬间，史蒂文失去了意识，在恢复过来时，几个大汉全部命丧黄泉，他自己也满手鲜血。好在史蒂文还有点智商啊，知道第一时间逃跑，于是他和安东的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追逐战。碍于自己抢了辆货车，动力有限，史蒂文是死活也甩不开后面的追兵，山路超车还落了个老奶奶的好评啊。没一会儿就有人跳上了车，眼看自己危在旦夕，史蒂文又失去了意识。醒来后，代练已经给他收拾完了，还造成了一场交通事故。这一路上，代练一会儿顶一次号收拾残局，史蒂文莫名其妙的就逃脱了追击。眼看自己要被砸死，史蒂文猛然惊醒，清醒自己只是做了一场梦，这才一脸放松的躺了下去。这个梦的内容他倒是比较满意，至少很刺激。同时史蒂文也意识到一个状况，自己养的金鱼多了一个鱼鳍。他找上了老板申请退货，可人家不支持无理由啊，表示史蒂文昨天都来过了，别没事找事。史蒂文不明所以，看了眼表，发现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，想起自己还有个约会，匆忙打扮了一下就出门了。牛排店等到了半夜也不见女同事过来，逐渐失去耐心的史蒂文打了个电话，人家上来就是一顿国粹，又给史蒂文骂了个狗血淋头，还说史蒂文割了自己，约会早就过去2天了。起初史蒂文还以为对方只是不想来而找的借口，但多方确认后才肯定自己一觉睡了2天呢。约会大作战虽然失败了，但给老妈留言的时候，史蒂文还是把一切形容得很顺利，就是准备的巧克力只能当补充热量自己吃了。虽然很失落，但他也早就习惯了，自己的生活一向都是不顺利的。史蒂文不经意间发现了地上的磨痕，明显是有人挪动过桌子。他按照痕迹复原了一下，爬上去看到了楼板里的暗格，里面有一部老手机和一把钥匙。开机后看到了数不清的未接来电，多是一个叫做莱拉的人打来的，正想回拨过去，对方又打了过来。出于好奇，史蒂文接通了电话。莱拉各种急切的问候，还表示自己失踪了好几个月了，只是对方找的并不是史蒂文，而是马克。随即又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传了过来，不是电话里也不是房间里，像是无处不在脑海深处的声音。史蒂文感觉家里闹鬼了，警惕地搜索了每个角落，有那么一瞬间，镜子里的自己跟现实里的自己不同步了。最后又是鬼片现场啊，整个屋子里跟电压失调一样闪了起来，各种东西掉在了地上。差一点吓尿的史蒂文再次拔腿就跑啊，一路冲进电梯，直到关上门才踏实了一点。镜子里的自己好像也没什么不对，因为电梯年代久远，中途停在了3楼。走廊里看着就诡异，他狂点按钮需要尽快下楼，似乎门关上他才有安全感。结果电梯又停在了2楼，
走廊尽头的阴影里还有个神秘生物，这个生物其实就是月神孔苏。史蒂文哪能想到这些，吓得一屁股就坐在了地上。进来的大妈还以为他是个变态呢，吓得也一句话不敢说。为了缓解尴尬，史蒂文谎称自己隐形眼镜掉了。大妈哪信你这个呀，随便敲了个门表示我朋友住这儿，其实就是想赶紧远离史蒂文。待史蒂文再次回头，孔苏又出现了。惊吓中，他从公交车上醒了过来，整个人都变得有点被迫害妄想了，总感觉有人要杀自己，甚至在公交车上看到了安东，那个梦里的人。回到了单位，他千叮咛万嘱咐门口的保安，可千万别让闲杂人等进来。然而保安哪管这个呀，他连史蒂文的名字都记不住，还管得着谁进进出出吗？史蒂文就连唐纳的国粹都仿佛没听见，就直觉告诉他肯定有人要杀自己。果不其然呢，史蒂文在博物馆里看到了安东。话说回来，还是他在梦里把户口本都读了出来，这才让安东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了他。更让史蒂文震惊的是，博物馆里的保安都是安东的信徒。这下插翅难飞了，安东打算用阿米特审判下史蒂文，甚至打算放出阿米特审判整个世界。在史蒂文看来，这人活脱脱一个搞传销的神经病啊！这种四面楚歌的现状他也没辙，只能任由安东给自己玩个天平了。诡异的是，天平就是不停地在摇摆，始终没有结果，这证明史蒂文的内心是混乱的。趁着安东稍有些愣神，史蒂文又拔腿就跑，这走位我给满分。今夜月亮弯得像把刀，做着最后盘点的史蒂文总感觉有人在盯着自己。馆里还传来了小动物的叫声，史蒂文担心他被困在这里，便尝试呼唤，想把这个小家伙带出去，自己也好下班。然而这个小家伙是个大怪物呀！广播里也传来了安东的声音，只要交出圣甲虫，皇军就让你荣华富贵。安东给了他2条活路，活着离开跟活活咬死。史蒂文选择了第3条路，活活拔腿就跑啊！求生欲可谓是逼出了他的潜能，当场就苏神附体，一路狂奔，躲到了厕所里，也算是躲进了死胡同。脑中有一个声音告诉他，交给自己解决，只要史蒂文这次配合他，就能很轻松解决对方。门口的怪物咔咔砸着门，镜子里的马克叭叭念着经，双重折磨之下，史蒂文选择了妥协，病急乱投医了，他直接全权交给了马克。这一集还算是挺不错的，那些埃及神的影视化也是比较容易接受的。虽然只有结尾一小段变了身，但前面看起来也并不突兀，只是要了解视频开头说的那些背景故事，然后再一路看过来也并不难懂，很直观地表现出了月光骑士的残暴。史蒂文脑袋里的声音自然就是月神孔苏了。这个贯穿主线的圣甲虫在埃及神话中也尤为重要，埃及人其实是非常崇拜屎壳郎的。作为甲虫，他们会把食物卷成球，然后抱在怀里，埃及人便把它和生死轮回联系到了一起。太阳神每天在空中巡回，地球是个圆的，所以他在天空中看到下面就会是半球形，跟屎壳郎推粪球倒是不谋而合了。所以埃及人会把制作甲虫样式的饰品带在身上，它还有保护木乃伊遗体的作用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剧中的圣甲虫也是有着重生作用的，所以安东那么想迫切地得到它，甚至还会借此复活阿米特这个怪物。那么本期视频到此就结束了，有纰漏的地方大家可以指出来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